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正。小伙伴们想象一下，在大雪茫茫的夜晚，寂静的森林当中，黑暗没有尽头，你独自走在这雪夜之中，寒冷、挨饿、迷路，内心充满了恐惧，自己就像是原始森林当中的猎物，随时都有可能被狩猎。然而，就在这样极度令人不安的情况之下，有5名男子神秘消失了。比较特殊的是，失踪者都是有轻度智力残疾或者精神疾病之人。而且目击者的证词也让案件更加扑朔迷离。那么他们为何会误入森林？究竟是有人蓄谋已久，还是另有隐情呢？那感兴趣的小伙伴别忘了长按点赞3秒钟，和正正一起来探究一下这起神秘的失踪案。在1978年的2月24日，55岁的约瑟夫·斯科恩斯驾驶着汽车来到了普拉马斯国家森林附近的一条荒凉的山路上。他是来踩点的，想看看天气状况如何，合适的话第二天就带着家人来度周末。但是随着夜幕降临，积雪越来越深，大大减缓了他的行车速度。在下午5点30分左右，汽车被积雪卡住了。当他下去查看试图推车的时候，用力过猛，胸口一阵疼痛。约瑟夫意识到自己可能是心脏病发作了，于是回到了车里等待救援。然而，大约在晚上11点半，约瑟夫的眼前出现了2组闪烁的车灯，前面似乎有人，而且他能清楚地听到他们的谈话声。约瑟夫觉得自己是得救了，于是大声呼喊，寻求路人的帮助。但奇怪的是，那些人在听到约瑟夫的求救之后，立马关闭了手电，同时也都沉默不语了。此时的约瑟夫心急如焚，甚至跳下车呼救。然而在黑暗当中，并没有人回应他。随后，他只能回到车上，任由那几个人消失在了黑暗当中。又经历了几个小时的痛苦之后，约瑟夫的身体似乎有所好转，于是他决定沿着山路走出那条黑暗荒凉的道路。途中，他路过了一辆车，是1969年的水星蒙哥特，车上空无一人。约瑟夫猜想，这辆车可能就是属于自己之前遇到的那群人的。然而，约瑟夫不知道的是，当晚自己不仅与死神擦肩而过，还可能是最后一个目击到这5名失踪者还活着的人。在这个美国历史上称得上是最诡异的案件当中，当事人究竟是谁？他们又究竟去了哪里了呢？如果只是迷路，为何听到了约瑟夫的求救，反而要离开？这一切的一切，我们还得先从这5名失踪者开始说起。首先，我们先来看看这5名男子的身份。那辆水星蒙哥特的车主是30岁的杰克·马德鲁加，他患有轻度学习障碍，思想迟钝，所以很难维持一份工作。杰克有一个好朋友，叫做威廉·李斯特林，29岁。威廉则被诊断出患有轻度的发育障碍。这5个人当中，年龄最大的是32岁的泰德·威尔，他很喜欢与朋友们在一起玩。在这之前，泰德一直在小吃店打工，家人一直催促他辞职，担心他因患有学习障碍而饱受压力。还有一位是24岁的杰基·休伊特，他是最年轻的一位，也患有轻度的学习障碍，平时反应比较慢，比如打电话这样的小事也需要别人的帮助。最后一位也是最神秘的，他就是25岁的加里·马蒂亚斯。他曾经是一位美国陆军老兵，在1973年服役的时候因精神病原因被退伍。后来加里被诊断为偏执性精神分裂症，他每天都需要吃药来控制自己的情绪，避免暴力行为。2年来，加里几乎已经能很好的控制住自己的精神疾病，开始做起了园林工作。这5个人关系紧密，经常聚在一起打游戏或者看体育比赛。他们还是当地一个为特殊人士赞助的球队成员。其中只有加里和杰克有驾照。一个随时可能爆发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再加上4名有智力障碍的人士的组合，听起来就很灾难。然而，在1978年2月24日晚上，就是这样一行人，他们离开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尤巴市，前往了50英里外的州立大学奇科分校，观看了篮球比赛。在当晚10点钟左右，比赛结束了，他们开车返回，途中来到了一家商店，购买了零食和饮料，继续踏上了路程。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便都是未知的，因为没有任何前兆能解释他们为何会偏离家的方向，最终消失在了一条荒凉的山路上面。2月25日的上午8点，泰德的母亲醒来，打算叫醒儿子，却发现他整晚都没有回家。联系了其他孩子的家长之后，确定了这5个人看完篮球比赛后都没有回家。25日这一天，他们明明有一场期待已久的篮球比赛，怎么会无缘无故缺席呢？很快，他们就向警察局报告了失踪。警方展开调查之后，在2月28日发现了他们的水星蒙哥特汽车。这辆车被遗弃在一条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面，距离奇科市已经开出了110公里。
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个方向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家油巴县的方向。那辆车并没有上锁，也没有看见车钥匙，有一扇车窗被摇了下来，车周围有11英寸厚的雪，附近并没有发现那5个人的踪迹。车里唯一的线索就是他们24日晚上买的零食包装袋，还有吃了一半的糖果落在了后座上面。车里还有4张地图，其中1张是加州的。警察用高压电线启动了这辆车的发动机，发现了它还有1/4油箱的汽油。虽然一开始车轮在雪中空转了一会儿，但它还是轻松地开了出去，汽车也并没有其他的损坏。这就引出了一个疑问：如果汽车运行良好，没有卡死，也没有断油，那为什么要弃车而走呢？山区森林温度很低，饥寒交迫，这5个人怎么能够顶得住如此恶劣的条件呢？警方的调查都一次次的败给了恶劣的天气，就连专业的搜救队都觉得很危险，别说这几个有智力障碍的人了。1周之后，警方和家属发布了失踪男子的照片和信息，试图寻求目击证人。视频开头的约瑟夫就是其中一位。其实那天晚上的约瑟夫忍受着巨大的生理疼痛，意识很有可能已经模糊了。他的证词有2种说法，一种是开头的说法，而另外一种则是他看到了一辆亮着灯的车，车附近有一群男人，还有一个抱着婴儿的女人。但不管怎么样，结果都一样，他们听到了呼救声后都熄了车灯而离开了，不知所踪。后来约瑟夫还说到，在他的回忆里有一辆皮卡车停在他身后6米左右的地方，然后就开了过去。随后另外一位目击者也出现了，他是一家商店的店员，曾经看到过失踪的那些人，而他工作的商店位于发现汽车的东南30英里处。根据他的回忆，在2月25日下午2点左右，他看到5名男子来到了商店，其中照片上的杰基和威廉在商店里面使用电话，而其他人坐在一辆红色的皮卡车上。这个描述也得到了他老板的证实。警方也觉得该线索很有用，但是家人却表示怀疑，因为这太反常了。杰基有阅读障碍，根本不会使用电话。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家里在尤巴市东部的福布斯镇认识一些朋友，于是推断这一行人可能去找朋友了，于是偏离了家的方向，在雪夜里面翻山越岭，很快就让他们迷失了方向。这一推断看似合理，但又遭到了家人的反驳，因为这5个人平时很讨厌户外活动，之前有一些露营旅行和户外徒步活动，他们从来都不会去参加的。这么看来，这一猜测又显得有些不合理了。再加上第2天就是他们期待已久的篮球比赛，必须赶紧回家才是，怎么会在半夜3更去这么远的地方找什么朋友呢？随着时间的流逝，调查并没有新的突破，案子越来越冷。这一行人是生是死都还不确定，但是所有的人都知道希望是越来越渺茫了。在4个月后，也就是6月4号这一天，一群骑行者来到了一个废弃的森林拖车公园，他们想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却闻到了一股怪味。经过四处查看，他们发现了一辆60英尺长的拖车，正是恶臭的来源。它的窗户被打破了，往里一看，床上竟然躺着一具尸体。很快，警方来到了现场，经鉴定，这具被裹着8层毯子的尸体正是失踪的泰德·威尔。床头柜上放着他的戒指、项链和钱包，旁边还有一只金表。奇怪的是，这只表并不属于这一行人当中的任何一个。警方根据他的体重减轻和头发生长情况推算，他在拖车里面存活了长达13周。然后慢慢的被饿死、冻死。不过，警方在地板上发现了一打 C-Rational 的军用罐头，有些已经被打开了。然而，这一发现也引发了更多的疑问：拖车所处的位置距离汽车的地方有将近36公里，还是一大段上坡路。这意味着泰德在6英尺厚的积雪里面走完了全程，才住到了这个拖车里面的。但是拖车里面有许多火柴、易燃的书籍、纸张和家具，竟然毫无点燃的痕迹。更奇怪的是，就连用来给拖车加热的丙烷油箱也没有被打开，打碎的窗户也没有人拿东西去遮挡一下。公园里面还有一个未上锁的储物柜，里面的口粮和食物也足以养活一群人1年多，但都纹丝未动。总结一下就是，有吃有喝有住的地方还有取暖。为何泰德·威尔最后被鉴定为是冻死或者饿死呢？然而最令人费解的是，拖车里面还有一双鞋，但并不属于泰德，而是家里的鞋子。那剩下的4个人去了哪里了呢？2天之后，在拖车以南的不远处，搜查队发现了一些人类的骸骨，尸体已经被动物破坏的差不多了。经过鉴定，这正是杰克和威廉的遗骸。2天后，在拖车2英里之外的地方，杰基的骨头也被找到了。附近还有他的牛仔裤和鞋子。然而，警方在附近持续调查了很久，都没有找到最后一名失踪者家里的遗体。难道他还活着吗？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的人，没有按时服用药物，在饥寒交迫之下，他有可能存活将近4个月吗？由于没有找到尸体，直到现在，家里仍然是个失踪的人。从这5个人的失踪到发现尸体，可以说是疑点重重。肯定有小伙伴们想问许多为什么。
就连警方都觉得这是他们当时的认知当中最神秘的案件。他们总结出了以下几个疑点，并且至今还未解决。第一，为什么要偏离回家的路线？第二，车子明明还能运行，他们又毫无徒步经验，为什么要弃车而走？第三，为什么听到约瑟夫的求救之后，他们反而选择了逃避呢？第四，他们去了商店，为何又不求助？第五，床头柜上的手表主人又是谁的？第六，那辆皮卡车又是怎么回事？第七，最后家里到底去了哪里了呢？这些当中的任何一个疑问，如果可以被解答，恐怕整个案件都有可能水落石出了。在事发后1年里，警方仍然没有任何家里的消息，真的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了。面对眼前危险而陌生的道路，难道没有一个人想要过往回走吗？小伙伴们对此有什么猜想？那么官方认为，家里的精神分裂症随时可能会因为内心的恐慌而爆发，没有药物的控制，后果不堪设想。而且这些人从小就生活在父母的保护之下，缺乏基本常识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他们的脑回路与正常人并不一样，很难想象他们究竟经历了什么。家里可能说服了剩下的同伴一起去找朋友，但是在路上，车陷入了积雪当中，他们全员崩溃。尽管他们听到了约瑟夫的求救，但由于害怕，将其视为威胁，迅速关掉了车灯而离开。大雪茫茫，他们迷了路，好不容易走到了拖车里面，心里想着肯定会有人来救他们。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逐渐不抱希望，所以决定离开。但此时的泰德已经奄奄一息，只能留在那里。我们只能猜测他们发生了什么，他们有什么理由必须往前走？难道有什么东西吸引住了他们？还是说他们身后有更可怕的东西，必须逃离呢？可悲的是，这5个人多多少少都有缺陷，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之下，正常的人都有可能会神志不清，无法做出最正确的选择，更不要说他们了。到目前为止，家里仍然是一个失踪者。说白了，失踪有时候也是死亡的一种委婉说法，因为遗体迟迟没有找到。那一夜的大雪里面，这几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却在生前的最后一刻经历了最痛苦的事情。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小伙伴们对这个案件有什么猜想，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留言。如果你们觉得本视频做的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加关注。我是郑郑，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